大家好，这是之前种植蒜头的位置啊。大雨过后，日前种植的小玉西瓜是还活着，只是缺乏日照生长的有点慢了。但是木薯经过雨水洗礼后，却异常旺盛啊。连续几天降雨后呢，对家庭种植而言，或许是个种植小白菜的契机啦。小白菜一年四季都有生产。但是对于家庭种植不施药的方式呢，却很吃种植的时间点。小白菜有个麻烦的虫害困扰，由于虫是躲在土里的跳虫防虫网也就派不上用场。而生长过程中，辣椒水或是草木灰水，实测结果虽然有些许帮助但是得时常喷洒，效果才会明显对于需要时常照护，就很不符合偷懒的精神因此，家庭种植一年才只会挑选2个时间点种植不过只知道一次是在中秋节过后了。现在连日降雨，很可能是另一个契机在进行撒种的前一天，赶时间的只先翻松晒干表面土壤。更明确的说，应该是晾干土壤，因为日照太低了。由于连日的降雨，菜价开始上涨。这若是再紧接着出大太阳，上涨状况应该会更明显而觉得现在是种植小白菜的时间点，则是因为连日的降雨有烟棚杀虫的效果。当然，这在地势比较低的位置效果会更好。但是因为这是种植水稻的田地地势低，土壤自然就会比较容易湿黏算是很大的冲突点虽然个人在地势低的位置呢，土壤有经过垫高但是空间已经预留给地瓜跟山药了。考量到不久又有梅雨季节的到来，还是将小白菜撒种在地势比较高的位置由于进入不稳定的天气，最重要的是要度过前期只需要长到几公分的高度就会比较好照料。撒种的方式一次只取几颗分撒，而非常时期非常做法，种子可以撒密一点再利用疏苗的方式采收天气配合顺利的话，20天就有嫩苗可以尝鲜了。而原本黄化拿来当小玉西瓜篱笆的青葱呢，倒是已经自然长得不错了。不知是否有赶潮流的跟上这波菜价上涨从这一旁集中种植的青葱呢，没有杂草，状况看起来会更为清楚接下来，这是剪接影片时反复观看却百思不得其解的片段本来想说要呈现一下雨后土壤的状况现场以为这挖土的工具是被风吹倒的，反复观看下却没有强风算是意外拍到的当下，只能想成是弟弟大蚯蚓的预判能力先逃走了。覆盖稻草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长草沿用现成的稻草也会有枯草杆菌来帮助作物生长不过最重要的是可以有保湿的效果，在浇水上也会更为方便至于垫高土壤，在翻松过程就可以看到减缓土壤板结，增加透气的效果这经过加减覆盖后，蚯蚓的活动力也会更大了。加上连日的降雨，蚯蚓往高处躲也有助益现在在进行撒种的则是短天期的青江菜虽然不知道是谁要吃不过菜价高涨时送人更有诚意接下来这位置整地后，起笼成双排来降低日后的土壤湿度这以前曾经利用水中大瓶帮助种植剥皮辣椒，生长的状况非常不错不过剥皮辣椒只在生长初期吃起来不会辣，
生长过于旺盛，来不及采收啊。不敢吃辣的话，就不方便入菜了。目前这位置则是要用来种植小青龙、不辣辣椒啊，避免天气过热需要一些特殊的设置啊。现在育苗阶段就先整地并顺道养土啊。这铺设在中间凹槽的是酵素发酵完毕后所留下的原始糖蜜制造者甘蔗啊。另外把剩下的酵素一起大量倒下哈，因为还没有作物啦，也就不用担心伤到根系啊。接下来要针对木薯进行修剪。木薯生长成熟的时间需要比较久啊，一般是不会对木薯进行修剪，但枝叶过于茂盛，已经影响到进出啊，枝叶再继续生长下去，也不利于面对台风，因此决定将它的枝叶进行修剪，调整一下树形啊。对于影响进出、没有生长空间的枝条，优先汰除。另外，为了让光合作用的效率提升，也把层层堆叠或是平行枝进行修剪啊。这样进行修剪，其实个人是觉得还蛮合理的。毕竟种植地瓜时呢，要让地底的地瓜长大长多，也是需要将茎条进行修剪啊。而这样修剪后，下方就又多出有日照的高地啊，也多出可以种植的空间了。而木薯的枝条算是属于不硬、容易修剪的枝条啊。若不打算进行修剪，种在菜地外围会比较好。当然，若是想利用来挡日照，则是例外。修剪过程中，也顺道将落里的强势生长枝剪掉矮化，这样整个场地等天气好一点，也会比较方便整理啊。至于挤出比较高、不怕水淹的菜地呢，因为左右都有遮挡，降低日照的效果，可以种的叶菜类也会多出一些选择啊。这样修剪调整后，树形比较圆润，看起来也舒服啊。比较高大的作物呢，也不会追求日照拼命往上涨啊。当然，矮化促进底茎长出，也是储存养分的办法。最后，这是懒人育苗法，在降雨期快结束前，只需要进行松土、撒种，连浇水也可以省掉的育苗法。谢谢收看。